义薄云天、有勇有谋的关二爷在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故事概况：关公，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山西谢州人，武器为青龙偃月刀，又名冷艳锯，重82斤，长9尺5寸，换算过来是2.2米的长度。坐骑是赤兔马，本名赤兔，日行千里，还能夜走800。顺便说一句，关羽是武将，马上功夫了得，基本不参与步战。某个电影上，关公舞着大刀，张飞举着长矛，胯下啥也没骑，俩人就出去闻，这真实错到了极点。估计是电影的经费实在是太紧张了。原著里关羽步战也只是在泗水关的时候，被变喜在室内埋伏出现过，即便是步战，而且用的是佩剑，后来才换的刀。关公正式出场是在桃园3结义，从一个卖豆腐的小商贩摇身一变成为了刘备的结义兄弟。多说一句，刘皇叔是编草鞋编席的，张飞是杀猪卖肉的。再后来就是关二爷成名一战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。当时董卓把持朝政，以袁绍、曹操等人组成的关东18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。大军前锋到了泗水关时被华雄阻击，在潘凤等大将接连被华雄斩杀之时，关羽主动请缨前去战华雄，在一壶热酒温酒未冷却的时间内斩杀华雄，自此关羽的名震诸侯。后面就是虎牢关3英战吕布了。三国演义里为什么说吕布战力值第一，就是从这件事上开始的。关羽、张飞、刘备武力值依次递减，但是前2位可是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而且关公是正史里记载的，从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的武将，就这样3打1打不过。往下就讲了关公的义薄云天关云长。屯土山关公约3事，关公提出投降曹操的3个要求：一是只投降汉献帝，不投降曹操；二是刘备的2位夫人要受到赡养和尊重；三是一旦知道兄长刘备的下落，就立刻去投奔。根据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情节描述，关公当初准备死战到底，但是劝降的是关公的故交张辽，他一番话让关羽改变了主意。张辽说道：兄今即死，其罪有3，其一，兄与刘备结义之时，视同生死，兄即战死，岂不负当年之盟誓？其二，刘备将2位夫人托付于你，兄今战死，2夫人无所依靠，有负刘备相托之重。其三，兄武艺超群，兼通经史，不思和刘备共赴汉室，徒以匹夫之勇，拼得以死，安得为义？兄不如且将曹公，再打听刘备音信，如知何处，即往投之。一者可保2夫人，二者不背桃园之约，三者可留有用之身。由此3变，请兄善虑关羽进城，向2位嫂嫂收了屯土山相约之事，便一同随曹操回到许昌。曹操果然待关羽甚厚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赠锦袍，送美女，还把缴获吕布的赤兔马送他，又封他为汉寿亭侯。但这些都未能动摇关羽对刘备的感情。后来曹操跟袁绍交战，在曹操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，关羽请战，但曹操并不想用关羽，因为害怕关羽得了军功后就会离开，但事出无奈，还是让关羽出战。关羽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，为曹操解围，立了大功。曹操上表奏请朝廷，封关羽为汉寿亭侯，还专门铸成一枚大印送给关羽。在随后的战斗中，关羽又追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。正是这次战斗，刘备知道了关羽在曹操手下。不久，关羽也得知兄长刘备在袁绍那里，并且收到袁绍部下送来的刘备亲笔信，当时就写了回信，由来人带回。这后面就发生了寿亭侯挂印封金，过5关斩6将，千里走单骑的故事。关羽把刘备的消息告知嫂夫人以后，就到丞相府向曹操告辞。曹操知道他的来意，在大门上悬挂了回避的牌子。关羽一连去了好几次，都见不到曹操。张辽也推脱有病不接见。关羽知道他们的用意，就写了一封信，派人送到相府，然后把历次所收受的金银等各种赏赐都封存起来。
把汉寿亭侯的大印悬挂在大堂上，带着以前的部将护送着2位嫂夫人，向着官道进发，去投奔刘备了。关公这投奔刘备的一路也不是很太平，连过5道关卡，斩杀将领6名，也就是著名的过5关斩6将。东陵关时杀孔秀，过洛阳城时杀韩福、孟坦，过泗水关时杀卞喜，过荥阳时杀太守王直，过黄河渡口时杀秦琪，一路杀过去，到了古城还跟张飞打了一架，才算完事。按道理关云长与曹操的事也就这样了，后面顶多是2军对垒，互相攻伐了。谁成想到了赤壁之战，又来了一个诸葛亮智算华容，关云长亦是曹操。小说写赤壁之战前，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走华容，且夜观天象，曹操不当身亡。一是考虑到曹操与关羽有恩，于是派关云长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与关羽做。二是如果这时灭掉魏国，会使吴国全力攻击蜀国，使蜀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曹操兵败后，从乌林向华容道败退，大笑3次，每一次笑完就被打脸。1笑笑出赵子龙，2笑笑出张翼德，3笑非同小可，笑出了关云长。且又再有一夫当关之险的华容狭路上，加之曹军几经打击，此时已无力再战，无奈曹操只得听谋臣之言，亲自向关羽哀求放行。关羽念旧日恩情，亦是曹操，使曹操得以回到江陵，只剩下数十骑，最多几十人。到此关公作为武将的武功高强，作为兄弟的义薄云天写到了极致，有血有肉，重情重义。但是仅仅是个人勇武和义薄云天，关公不会成为武圣人，因为后续关公又经历了单刀赴会、水淹七军、刮骨疗毒、关二爷的胆识，谋略又充分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。他在《三国演义》里不仅仅是一个将领，而是一名文武双全的帅才。毕竟二爷的经典造型里就有夜读春秋，忠、义、礼、智、忍、勇、信，集合这7个字于一身的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也只有关羽、关云长了。今天就说这些，下一个视频将讲讲二爷的成神之路，记得订阅分享。